巴西这个国家有多矛盾。他们总统哭着说，国家没粮了，他的人民吃不上饭，要被饿死了。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全国人吃饱饭喝咖啡。但问题是，巴西缺粮吗？咖啡大豆产量稳居世界第一，大米呢也能进个前3，粮食总产量高达3亿多吨。既然如此，那为啥巴西人会吃不饱饭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巴西位于南美洲东部，国土面积约为851.5万平方公里，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，人口约2个亿。巴西是个运气好到爆的国家，那绝不夸张。资源丰富，土地辽阔，世界最大的亚马逊雨林，人家占了60%，拥有世界1/5的木材，世界18%的淡水，矿产资源人也不少，世界储量第5的铁矿，第15的石油。07年呢，还在沿海发现了不少特大油气田，加起来甚至能进前10。辽阔的土地就不用多说了，800多万平方公里，位居世界第5，其中可耕的面积约27亿亩，这还没算上未开发的15亿亩。要知道我国可耕地也才19亿亩多点，关键是巴西的气候条件也好，年均气温在20几度，水资源也充足，种起地来那产量杠杠的。巴西自己也统计了，2022年粮食产量达3亿多吨，庞大的产量也使得巴西成为世界最大粮食出口国，出口的咖啡、蔗糖能打世界首位，大豆和大米也能挤进前3。按照他们那个产量，怎么算下来也有个人均1吨多的粮食。就算出口了不少，那好歹也能养活自己才对。那巴西人怎么可能吃不饱饭呢？巴西粮食多吗？当然多，3亿多吨的产量，能喝到白手腕的也就中美印那几个。结果呢，2亿多人，有50%的人吃不饱饭，有的巴西人甚至饿到跑到垃圾场和狗抢骨头吃的地步。明明粮食产量这么多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离谱的情况？原因很简单，巴西的土地不属于巴西人，粮食呢也不是给他们吃的。过去巴西是殖民地，国内到处都是种植园，在殖民地搞农业呢有个特点，那就是他种的大多都是经济作物，也就是啥赚钱就种啥。比如说当时白糖是硬通货，所以种植园种的都是甘蔗，等棉花赚钱又砍掉甘蔗种棉花，反反复复，就是不种大米啥的能吃的东西。哪怕后来巴西独立，这一现象呢也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，种的粮食不多，那巴西饿肚子的人自然也不少。那既然这样，自己种点东西吃不行吗？很抱歉，不行，因为土地都不是你的，而是地主的。而地主呢，为了赚钱，又只会种经济作物。有人说，巴西未开垦的土地这么多，自己去开发一点行吗？当然行啊，就是开发完了，就有人说地是他的，还拿着所谓的证件。你作为一个小农民，打又打不过，除了让出来，你还能咋办？土地分配这个问题，从巴西独立之初就一直矛盾重重，甚至差点打起了内战。历届政府也知道这个问题，也想改，然而口号喊得震天响，一看结果又是一地鸡毛。在2017年，巴西曾做过一个调查，全国1半的土地只掌握在1%的人手里，国内依旧有上千万人吃不饱饭。巴西的城市化很高，在上世纪90年代就能达到70%，可比我们高麻了。为啥能这么高？不就是因为当时巴西农业搞不了，农民们都没地，恰巧他们又在发展工业，所以很多农民全一股脑的进城打工嘛。但说实话，巴西有一段时间呢，工业是辉煌的，工业体系完备，什么都能生产。但问题是，巴西生产出来的东西比技术比不过欧美，说白了就是个组装厂，比价格又比不过东亚卷王，没一点吸引力，在国际市场没前途。回国内吧，那些穷人没钱买东西，有钱人呢也买不了多少东西，根本支撑不起巴西的工业化发展。等农民发现打工也赚不到钱，想回去重新种地，能行吗？那只能说已经晚了。现在的农场主呢都玩机械化生产，根本用不到几个人。现在的巴西是工业发展不起来，农业产量高，但大半的都是经济作物，还全都出口，赚到的钱也都落在外资的手里。巴西人是连汤都没怎么喝到啊。那巴西人饿肚子这事儿呢，当地政府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啥？那就是发钱，用高福利政策来减少饥饿。但问题是，经济好这么干没关系，可巴西的经济这几年可不算好，高福利对财政的压力很大，再加上前几年又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这就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。这也导致巴西全国近1半的人口面临食物短缺，甚至不得不跑到垃圾堆里跟野狗抢骨头吃。也难怪巴西总统卢拉会哭着说，要让每一个巴西人都吃上饭，喝上咖啡。不过就目前看来，他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